马呢，从来就不在我的 bucket list 上面。主要原因呢，是身边的人都跟我说，罗马呢真的非常的脏，不适合你这种超级洁癖的人，或是跟我说，我劝你呢，最南边就到佛罗伦斯就好了。意大利真的是越南边越乱，但这次呢，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。我找到了一班飞机，完全不用占用到上班时间，还可以玩满整整2天，而且票价呢，比台南到台北来回的高铁票还要便宜。加上呢，它又是直飞里欧纳多国际机场，而不是去那种联航乱七八糟的小机场，真是不去意大利我都对不起我自己。可是呢，在出发前几个小时，我朋友突然跟我说啊，我有工作邀约，我没办法去了。所以呢，这支影片要变成我的罗马 solo trip。在出发前呢，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自己会受不了罗马的脏乱，尤其是呢，应该最脏最乱的地方就是大众运输系统了。还好在安排行程的时候，我发现罗马所有的景点都非常的相近，甚至呢，从罗马火车站走到梵蒂冈也大概1个多小时左右而已，完全是可以用走的。所以这支影片呢，就是要来带大家挑战用走的玩遍罗马，度过这个罗马假日，也会分享5个 tips 让大家也能顺顺利利的逛完罗马。现在呢要去搭那个 Leonardo Express， 这样搭起来只要32分钟就可以到市区了。到了火车站，直达罗马市中心14欧，32分钟。Leonardo Express 就直接直达到罗马 Termini 这个火车站，那我就把饭店直接订在火车站的旁边。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，主要就是往梵蒂冈走，因为它礼拜天没有开门，所以我票订在了礼拜6。那明天呢，应该试试看可不可以买到罗马竞技场的票吧，因为太晚订了，所以都没有票了。这些喷泉呢，在16世纪晚期呢，是都市计划和改善水利系统的一部分。那它现在呢，就变成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一个见证。哇，看到文艺复兴百货了。我们现在呢要去西班牙广场，前面就是西班牙广场了，可以看到人很多。现在不能在西班牙广场上的阶梯坐下，不然会被罚钱。人真的超多的。西班牙广场呢，得名于西班牙大使馆。那这个大使馆在17世纪以来就一直坐在这边。这广场上最有名的呢，就是西班牙阶梯。那这个阶梯呢，连接了西班牙广场跟最上面的教堂，总共有135阶，是罗马最长的阶梯。那这个阶梯呢，建立于1723年到1725年之间，用来庆祝法国国王路易14与西班牙的和平。那广场的底部呢，有一个叫做老船的喷泉。那它的灵感来源呢，是1629年台伯河泛滥的时候，一艘小船被水流带到这个地方的历史事件。新平街。现在呢，要从罗马走到梵蒂冈，前面隐隐约约就可以看到圣彼得大教堂了。
座桥呢，就是大家很常来拍后面那个明信片会出现景点的地方。这个呢，就是天使堡。天使堡呢是由罗马皇帝哈德良建造，它原本是一个陵墓，后来呢就变成一个军事堡垒，到今天呢是一个博物馆。那它的名称来源呢，来自于一个传说，是大概在公元6世纪左右的罗马有一场瘟疫，然后教皇呢在这里看到了天使米迦勒的出现，米迦勒呢手持着宝剑宣布罗马瘟疫的结束。为了纪念了这个事件呢，在这个堡垒的顶端呢就有一座大天使米迦勒的雕像。这个队伍又是个不短的队伍。买了7块钱的导览，从埃及区开始听。补充说明一下，这博物馆的那个网络真心烂，所以在大家在进来之前，一定要把东西全部都download，不然你里面网络根本无法用。如果是跟着我一样走到梵蒂冈的话，建议在逛完埃及区之后呢，就先到中国庭园里面那个咖啡厅稍微休息一下，不然的话你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累，因为这座博物馆非常的大，东西又多，你不但要看，还要吸收知识，所以真的是身体累又心累。梵蒂冈博物馆呢，比起罗浮宫啊、大英博物馆啊，它更着重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，又比起佛罗伦斯的乌菲兹博物馆，它更加的杂乱。在乌菲兹你是可以看到就是画作的演变，那这边呢是各种什么东西都有。如果没有事先做功课或是没有导览的话，你真的会眼花缭乱。这边呢，就是帮大家整理一些我自己觉得还不错，然后网络上大家所必看的一些东西。影片呢，则是会依导览动线来安排。欧洲碧潭最有名的产地其实是在比利时，之后布鲁塞尔的影片也会提到。地图这一区呢是我最喜欢的部分，它是依照意大利的国土形状，从靴头到靴跟，总共有40幅意大利的地图，花了3年的时间才完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前往拉斐尔的房间，去看我最期待的雅典学院。拉斐尔的房间总共有4间，首先会先经过君士坦丁大帝厅，再来是 Eliodoro 厅，再来是签字厅。那签字厅呢，就是著名雅典学院所在的位置。最后呢是火灾间，这边建议直接把 Wikipedia 拿出来对着看，比较快。我们离开拉斐尔的房间之后呢，就要准备前往 Sistine Chapel。那里面是不能拍照的，记得要看它最有名的《最后的审判》，还有天顶上的创世纪。从 Sistine Chapel 出来之后，大概就接近尾声了。那接下来呢，会经过纪念品店，然后 Cafeteria。在外面有一个新的展区，它展示了教宗以前到现在的所有的坐骑，包含车子。那大家可以选择要不要去看。
最后出口之前呢，就是最有名的双螺旋结构的楼梯啦。你可以看到，这一层是有人，一层是没有人的。好了，结束梵蒂冈博物馆的行程，我们现在回到了出入口的位置。那个黄色标志呢，就是假如你有事先上网订票的话，你的票上面会有一个 passage 级的指示，然后你就通过那个不用排队就可以进到梵蒂冈博物馆。那非常建议一定要事先买票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个真的是队伍呀！好，这样还没有到这边呢，才是进去的地方。不行，雨下太大，我又没伞，所以只好放弃，在外面拍一拍就好了。建议大家早点来。年夜饭呢，就找到了这间 Jelling Guide 上面的 Homestyle 餐厅，有 Tasting Menu à la carte 的话，低消是一个人要2道菜。那我点了牛肚、鹌鹑，还有烤茄子。这道菜的味道跟前面的牛肚很像，它把茄子弄得很薄，下去烤得脆脆的，就很像在吃洋芋片一样。